Hello， 我是小金。为什么说金正恩的母亲差点害他不能接班呢？为什么在北韩有工程师讨论金正恩的身世，结果就被消失了呢？到底金正恩的身世藏了什么不能说的秘密吗？这一切就要从金正恩的母亲开始谈起。话说金正恩的母亲高英姬，她那时候是北韩万寿台艺术团的首席舞者演员。当时在一场为最高领导人金日成所举办的寿宴上，金正日就被舞台上表演的高英姬给深深吸引住了。不过当时金正日已经是娶了第3任妻子金英淑。至于金正日当年爱到不行的电影明星陈慧琳，也就是金正男的亲生母亲，已经传出有健康状况的问题了。后来被金正日看中的高英姬就搬进了专门给金日成还有金正日直系家属居住的5号宅院。据说高英姬的地位和当时与金正日有正式婚姻关系的金英淑是差不多的，也可以看出金正日对高英姬的宠爱程度了。后来高英姬帮金正日生了金正哲、金正恩，还有女儿金宇正。既然备受宠爱，那么到底高英姬有潜藏着什么问题吗？最大的问题点就在高英姬她的出生地了。这位在北韩被视为受人敬仰的伟大母亲高英姬，她的出生地竟然不是在北韩，也不是在南韩，哇，这可是超尴尬的一件事。高英姬的出生地其实是在日本的大阪。高英姬一直到9岁的时候，他们家才搬到北韩去的。那为什么都已经住在日本了，却突然要搬到北韩去呢？北韩在韩战结束之后，面临了国内劳动力严重不足的窘境，所以当时金日成号召了在日朝鲜人归国，高英姬一家人就这样回归到北韩。那时在日朝鲜人归国运动把北韩宣传为人间天堂，希望召唤在日本备受歧视的韩国人赶快北返吧，所以陆陆续续有9万多人都回流到了北韩。这样听起来，高英姬一家人应该是属于响应金日成的爱国侨民吧？但是呢，另一个说法就对金正恩伤害比较大了，因为传出的是高英姬的父亲高金泽，也就是金正恩的外公，他是在2战之后，因为经营从日本到济州岛的偷渡船，结果遭到逮捕。等到入狱服刑期满了，高金泽是被日本政府强制出境的。刚好那时候日本政府也对于这一群在日朝鲜人感觉很头大，除了犯罪问题以外，也想要减轻对于这一群人的财政补助负担，所以日本政府在那个时候其实对于北韩的归国运动是很乐于去配合的。金正恩的外公呢，就是在那样的情况之下，刚好他又留下了不光彩的记录，他就带着一家大小来到了北韩。只是没有想到呢，这一群归国侨胞到了北韩之后，竟然也饱受歧视，因为北韩政府根本就不太信任这一群来自资本主义社会所北返的人民，所以这些侨胞回到北韩反而像是次等公民一样了。那既然是这样，这对于极为强调白头山血统的北韩领导当局，自然不希望跟在日朝鲜人扯上太多啊。所以呢，在金正日逝世之后，北韩劳动党宣传部就下令禁止再提到高英姬是从日本归国的这件事了。毕竟呢，白头山血统才是政治正确。北韩国父金日成当年就是在白头山带领攻击抵抗日本人的侵略，而金正日呢也被刻意宣传为就是在白头山出生的，顺利继承了上一代白头山的光荣。但其实金正日一直被认为是在俄国出生的。至于金正恩呢，要怎么跟白头山做连结呢？来骑骑马就是方法之一了。北韩官媒制作的影片就可以看到金正恩在白雪皑皑的白头山骑着白马的帅气英姿，而且呢，硬是要让这位领导人骑过去一遍又一遍。还有呢，也不能少的就是金正恩率领众人一起骑马向前行的英姿焕发的模样了。由此就可以看出白头山它的圣山崇高地位了吧？这也就是为什么之前有北韩的军人，他们在前往白头山的途中，在火车上跳起了 BTS 舞蹈，后来他们被抓起来送到集中营去了。有兴趣的朋友呢，也欢迎点开这支影片来看看哦。
高英基的父亲高金泽除了正房以外，另外还娶了4房的侧室，而这当中会不会有娶进了日本的女子呢？好，就算金正恩的母亲高英基她没有日本血统，但因为在日本出生，所以金正恩才会被冠上他承袭的是日本的富士山血统。至于他的外公高金泽本身其实是南韩济州岛人，济州岛上已经有发现高金泽的衣冠冢之外，还有高金泽的家族祖坟也在济州岛上，岛上刚好有南韩的第一高峰汉拿山，所以你要说金正恩有南韩最高峰的汉拿山血统也没错。但偏偏讲到这个伟大的母亲高英基这边的血脉，就会削弱了继承白头山革命血统的正统性啊。所以呢，对金正恩来讲，提到他的出身，实在是会带出一连串忌讳的话题。而高英基呢，本来在日本叫做高英子，但是到了北韩之后，因为金日成有下令，朝鲜的女性不能再采用日本的命名方式，用子这个字来当结尾，所以呢，金正恩的母亲才改名为高英基。2011年12月，金正日心肌梗塞辞世，金正恩正式接班，成为了北韩最高领导人。2012年，北韩也公布了一段金正恩母亲高英基的纪录片，包括了高英基陪伴还年幼的金正恩在画图，还有带着金正恩种树，以及高英基陪同金正日到各地走访。不管是到工厂关心访视，或是到军事第一线做视察，都可以看到高英基陪着金正日，展现他非常亲民爱民的一面，想让外界觉得她就是一位伟大的朝鲜伟大妈妈。影片中还有高英基为金正日朗诵赞扬的原音片段，同时想把高英基形塑为金正日最忠实的支持者。但是影片中很吊诡的是，并没有提到高英基的名字，后来甚至有用另一个名字李恩石来称呼高英基。而且这部纪录片并没有向全国播放宣传，只有给朝鲜人民军的干部来观看。所以可以看出，北韩政府一方面想要帮金正恩的母亲做宣传，但是呢，却又绑手绑脚的。毕竟呢，要让北韩人民接受伟大母亲是来自日本，然后呢，曾经在北韩成为饱受歧视的侨胞，还担任了艺术团舞蹈演员，而这个单位也被认为就是服务北韩领导阶层的欢乐组。以上种种加起来，这一定会叫北韩的民众在情感上很难接受，这是他们伟大领导者金正恩的母亲啊。所以大家应该就可以理解了，为什么在北韩谈到金正恩的身世血统，这可是会踩到大地雷的。因为呢，后面有一连串的敏感事件，还可能会动摇到金正恩他的领导接班正统性呢。好了，今天就聊到这喽，也欢迎大家把影片分享出去，咱们下次见了，拜拜。